中方一个宣布，给外界提了个醒，围堵中国没有成功，中美之间倒是有可能破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关注忠诚 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敏感时刻，谁也没有想到，当美国小弟们把矛头对准中国之际意外却得知中美防长有望围坐一桌。中方一个宣布给外界提了个醒。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中美防长有望坐上一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近段时间美国的主要精力已经不再是放在俄罗斯身上，而是转向中国了，多次围绕中国搞事情。例如拜登在华盛顿举办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特别峰会，亲自前往亚洲访问日韩两国，究其目的实际上美国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东盟对日韩进行拉拢，以进一步对付中国，围堵中国。与特朗普时期不同的是如今的拜登政府更倾向于打组合拳，以至于不断的与中国周边国家增加联系，为此甚至不惜主动向东盟国家提供援助。可倘若真要在中美之间站队，东盟国家会怎么选呢？其实答案并不是没有。不说别的，东盟与中国之间有着距离优势，也正因为如此东盟各国都与中国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涵盖了多条重要贸易路线。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东盟地区的一大主要经济力量，而这是美国无法比的。即便美国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但是国与国之间说白了利益是必不可少的。此前在一份民调中有超过 75% 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至此无论美国如何拉拢，甚至是如何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密切。当然了，美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现下还在想尽办法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拉拢。为此一些美国的小弟们也非常积极，想着从中为美国助一把力。日本是一个，澳大利亚也算一个。只是敏感时刻谁也没有想到，当小弟们把矛头对准中国之际得知中美防长却有望围坐一桌。根据消息显示中国国防部对外宣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将于6月8日至12日应邀出席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并访问新加坡。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宣布美国防长奥斯汀将出席此次对话会。中方的这一个宣布一时之间给外界提了个醒。既然中美防长都决定要出席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那么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中美防长有条件实现首次面对面会晤。有专家认为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中美防长有面对面会晤的必要性，因为双方有太多需要沟通的问题。虽说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断增加，一次会面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但谈总比不谈好。况且谁又能肯定这次中美防长的见面一定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呢？中美双方心里都非常清楚，若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发生中美战争，对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与此同时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深知这一点后中美防长倘若真的能坐上一桌，那么美国围堵中国没有成功，反而是两国紧张关系有可能破局。不过话说回来，风向变与不变取决于美国。据悉日本媒体援引日本官员的话说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美国防长奥斯汀以及韩国国防部长李忠宪计划在新加坡参加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三边会谈。中国一直都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可是如果美国不这么想，哪怕坐下来与中国进行会谈，也没有醒悟的迹象，那么中国自然也不会再抱有任何幻想。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